时间流逝，转眼又过去了几日时间。这期间，长老照常来收稻子，但对于楚风杀人之事却只字未提，不可能没人禀告长老。但长老不责罚楚风，只能说明长老对于此事是真的不管。至于陈辉，这几日根本没有收割稻子，专注的厉害。我悟了，我终于悟了。清晨，陈辉忽然高兴的大喊一声，旋即便开始挥动镰刀，认真的收割稻子。楚风看了一眼，本想说些什么，但发现陈辉起初虽然有错误的地方，但后面竟然改正了后，也是有些刮目相看。这陈辉的悟性似乎还要在白云清之上，按照楚风推测，恐怕白云清在这里都未必能够有陈辉领悟到的多。这天赋可不弱，反而很恐怖。就算他现在的修为不如白云清，可以陈辉的天赋日后超越白云清乃是必然的事。陈辉很认真，清晨开始直到下午才结束，用了足足4个时辰之多，才将所有稻子收起。结束之时，陈辉也是瘫坐在地，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身上更是汗如雨下。他累坏了，但在齐憨憨的脸上却尽是满足的笑容。怎么样，累吗？楚风问。还真不轻松。这样看来，那些没有修为之人，每当收成之时，应该也不轻松吧？陈辉道。当然，他们的辛苦是我们的10倍。楚风说道。真的假的？他们也不用修炼，不用跟随阵法变化琢磨，只要收割就行了，会比我们累10倍。陈辉问。他们可是凡人之躯，靠的不仅是体魄，还是毅力，是很辛苦的。楚风道。那么辛苦，为何还要做？陈辉问。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因为没有别的路可选，想要生存，只能如此。楚风道。你怎么好像很清楚？难道你与那些人接触过？陈辉问。接触过，我之前也是普通人。楚风道。你是从下界出生的？陈辉又问。楚风点头。哪个下界？陈辉又问。楚风没有回答，而是问道。需要我指点吗？不用不用，千万别指点俺，俺知道俺还有下次，但俺还能进步。陈辉道。如果需要的话，随时说。楚风道。没问题。陈辉咧着大嘴，露出灿烂笑容。可忽然一声轰鸣炸响，声音传来方向，一个巨大的火焰窟窿浮现在天际。楚风布置的防御结界被人破开了，并且2道身影已是穿过破开之处飞掠而来。那是一男一女，男的长得十分英俊，女的也是肤白貌美。他们穿着相同且特殊的界灵长袍，从界灵长袍上映射出的结界纹路可以看出，他们2人都很强。那女子乃是蓝龙神袍，而那男子境界更高，竟是金龙神袍。而他们腰间的令牌刻写着仙灵府3个大字。仙灵府终于来了像样的对手。看着2人腰间的令牌，陈辉小声说道。此刻那2人已是来到近前，但却并没有飞落而下，而是立于高空之上，以俯视之姿看着楚风。你便是楚风？那女子问道。你是瞎还是不认字？楚风道。你敢与我这般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女子柳眉微皱，目露不善。师妹莫要动气。可就在女子布阵之际，那名男子却是拦住了女子，旋即对楚风笑道。楚风公子，我乃7界天河仙灵府的少府主，我名为赵天骄，而这位乃是我的师妹宋玉萍。我们2人今日来此没有恶意，破开那结界也实乃无奈之举。我们是想结识于你，可那结界挡住了我们，若不破开，便无法见到楚风公子真容，所以还请见谅。那仙灵府少府主说道。可是？楚风问。我知道这里的都是相同的，镰刀之中蕴藏阵法，此地稻子也蕴藏奥秘，若能将2者融合，便可获得收获。楚风公子能有如此收获，必然是已经领悟其中奥秘，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知楚风公子可愿将此法分享？当然，若是楚风公子愿意，我必重金来献。仙灵府少府主说道。不好意思，我不分享。楚风说道。见楚风拒绝，那宋玉萍便指着楚风，目露凶相。楚风，你别给脸不要。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目光转冷，说话注意点，死在我手里的女人也不在少数，怎么还想杀我？就凭你吗？你个瘪三，真以为金龙神袍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你是不是都不知道仙灵府是何等地方？竟然连本小姐都敢威胁！宋玉萍此话说完，看向身旁的仙灵府少府主，显然是打算让这位少府主出手，帮其教训楚风。而那位少府主并没有出手，而是淡淡一笑，旋即有看向楚风，但神态明显不如之前那般友善了。楚风公子，这浩瀚修武界的水深着呢，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我可以给你时间，让你思考一下，但是我请你对我师妹说话尊重一点，她的身份于我仙灵府内也很不简单，你若真的得罪了她，我也帮不了你。仙灵府少府主说道。不用考虑，刚刚说的就是我的决定，2位请回吧。另外，这位姑娘若要找我麻烦，我楚风随时奉陪，但后果自负。楚风道。楚风此话一出，那仙灵府少府主也是剑眉倒数，目露寒意。可就在此时，陈辉却是忽然开口了。这位赵公子，不对，是仙灵府少府主大人，你不就是想知道这割稻子的正确方式吗？俺也知道这正确方式。陈辉笑嘻嘻地说道。你也知道？仙灵府少府主轻蔑地打量起陈辉，显然他并不太相信。当然知道，你若不信，便等一等，长老马上就来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俺到底知不知道了。陈辉说道。你可别吹了，看你那样，你也没那个天赋。师兄，咱们走吧。这楚风敬酒不吃，那离开这里就让他们知道得罪我们的后果。宋玉萍对少府主说道。反正长老快过来了，不如等等。少府主说道。师兄，你该不会真的相信这死胖子有这个本事吧？毕竟连你都……宋玉萍话未说完，便立刻闭嘴了。他意识到后面的话可能是他的这位师兄不爱听的。不爱，来都来了，不拆这一会。少府主此话说完，看向陈辉。你若骗我，耽误了我的时间，知道后果吗？知道。放心，俺主打就是一个有诚信，绝不骗人。陈辉咧着大嘴，笑嘻嘻的道。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二人倒也不再与楚风、陈辉交流，直到那长老到来，他们二人才对长老施以义礼，而那位长老竟也对二人回以义礼，旋即笑盈盈的道：“赵公子、宋小姐，你们怎么来这了？”从长老这个态度，已是说明这两位的确很不简单。我们是听闻这里出了一个能人，所以过来看看。只是可惜有没有能力不知道，但品性却是不佳，傲得没边了。这种人若是进入七界圣府，那定然会抹黑七界圣府。那仙灵府少府主说道。对于此话，长老没有接，而是旋即拿出器物，开始收取楚风的稻子。这一次，楚风的稻子兑换出了110颗界珠，这几日都是这样的数字。看到楚风拿到的界珠，宋玉萍以及少府主的眼神都变了。尽管早就有所耳闻，可当亲眼见到这一幕发生，他们内心仍是五味杂陈。毕竟都是从小到大便被誉为结界天才的人物，他们无法领悟的东西，却被他人所领悟，这种感觉自然不会舒服，但同时也有些敬佩。下意识的便觉得楚风当真不是寻常之辈。不过敬佩很短暂，很快取代的乃是嫉妒与憎恨。将楚风所得递给楚风之后，长老又开始收取陈辉的稻子，光芒流转，那器物之中竟也有大量界珠接连飞出，60颗，虽然远不如楚风的，但却已是惊为天人。这胖子竟然真的领悟了，是楚风告诉他的吧？宋玉萍感到惊讶，说什么呢？俺是自己领悟的，不信你问楚风。陈辉说道，的确是他自己领悟的。楚风给出作证。而此时那少府主的脸上也再度露出笑容，只不过此时这笑容却是对陈辉绽放的，真是人不可貌相。陈辉公子兄竟有如此悟性，真是失敬失敬。陈辉大嘴一咧，嘿，别来这套，都是成年人了，就别搞那套虚假把戏，你就直说想买俺真秘籍，出什么价格，看看诚意。少府主将手在乾坤袋一阵摸索，随后一个新的乾坤袋出现，丢向了陈辉。陈辉手握乾坤袋，能够感受到里面的宝物，哟，够舍得的，不愧是仙灵府少府主，真是财大气粗。陈辉说道。见陈辉如此满意，那仙灵府少府主也是颇为得意。陈辉公子，我仙灵府向来喜欢结交朋友，今日这只是一个开始，日后你能从我仙灵府获得的好处，那可是……话未说完，他便脸色一僵，因为陈辉将那乾坤袋丢了回来。陈辉公子，这是何意？少府主手握乾坤袋，目露不解，啥意思？还看不懂？俺不卖。陈辉道，嫌少，价格可以再谈。少府主道，你误会了，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卖。陈辉说道，那你刚刚说你也会，是什么意思？宋玉萍抢着问道。俺说俺会怎么了？俺的确会啊，但俺可没说俺要卖。俺说了吗？俺没说吧。话到此处，陈辉看向楚风。楚风，俺说要卖了吗？没有。楚风道，你看俺没说卖吧。陈辉道。此时仙灵府少府主也是面色阴沉，你在耍我？没有，俺可没耍你，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俺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很愚蠢。陈辉笑道，你找死。此刻宋玉萍直接将蓝龙神袍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想要对陈辉动手，可结界之力刚刚释放，便被那少府主压了下去。他看了一眼长老，之所以没有动手，不是怕楚风和陈辉，而是给这位长老一个面子。倒也不是这位长老身份立傲德，而是这位长老毕竟是七界圣府的人，只是这个身份他就必须给这个面子。但尽管戏耍他的是陈辉，可这位仙灵府少府主却将目光从陈辉的身上移到了楚风的身上，真是无知者无畏。楚风，你以为你有些天赋便可为所欲为？这浩瀚修武界的确是实力未尊，但这个实力是要你凌驾所有人之上的时候，你才能无所顾忌。身为后辈，如此不知天高地厚，那总会有人来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面貌是何模样。少府主此话刚刚说完，陈辉却立刻开口，别鬼扯了，世界的真正面貌是何等模样俺不清楚，但绝对不是你仙灵府能决定的。赵天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这句话说得很对，但这句话俺也同样可以送给你。听闻此话，少府主道好，很好，你们还真是一丘之貉，我赵天骄什么人，你们会知道的。此话说完，少府主大袖一挥，带着那宋玉萍离开了此地。楚风、陈辉，你们二人天赋绝佳，正常来说此次入府试炼，你们二人都会有不错成绩，但老夫奉劝你们一句，那赵天骄的身份确实不简单，若是可以的话，还是在入府试炼离开之前解决与他的摩擦，尽量调和，免得为自己惹祸上身。长老此话说完，也离开了此地，只剩下了楚风与陈辉两个人。楚风看向陈辉，有些刮目相看，有胆量啊。楚风道，俺别的没有，就是胆子大。陈辉道，那这仙灵府到底什么来头？楚风问道。之所以夸陈辉有胆量，就是相比于自己，陈辉是了解这仙灵府的，他明知道仙灵府不简单，还不惧对方，的确是很有骨气。这仙灵府确实有来头，虽不是七界圣府的人，但却是七界圣府麾下的势力。随后根据陈辉的讲述，楚风得知，在七界天河，七界圣府还培养了7个势力，分别是兽灵府、鬼灵府、妖灵府、仙灵府、佛灵府、魔灵府、修罗灵府。除了修罗灵府是七界圣府直接掌控的外，其他灵府都是各自占据一方星域，如正常势力一般发展。他们虽不是七界圣府，但却是为七界圣府做事，身后的靠山自然也就是七界圣府，所以不仅实力强横，靠山也够硬，可以说是除了几大天河霸主势力外最顶尖的势力之一。而除了修罗灵府之外，仙灵府的整体实力是最强的，所以那两个人的底气才会这么足。明知仙灵府不好惹，你却还是敢惹，看来你的背景也不简单啊。楚风对陈辉说道。那是自然。陈辉道，那不知陈辉兄出自何方势力？楚风问。俺的出身不太方便说，但可以这么说，区仙灵府俺完全不放在眼里。陈辉得意的道。恢宏的大殿内，七界圣府府主已是拿到了他需要的信息，但他的目光却定格在了一个人的介绍上，打量许久，
楚风，又是你！看来这入府试炼要有趣起来了。七界圣府府主眼中浮现期待之色，旋即他推开店门，店外依旧大量强者，整齐的跪在外面等候。清河可在？七界圣府府主问。府主大人，属下在。一名白发长老站了出来，而这位正是之前与黑发长老在稻田地窥探楚风的那位长老。这位清河长老可不简单，他全名林清河，乃是七界圣府36位圣级长老之一，而圣级长老在七界圣府那也是仅次于太上长老的存在，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在七界圣府那也都是极为利奥的。镇府可在？七界圣府府主又问。府主大人，属下在。一个身材发福了，有着大肚子的胖老头站了起来。这位名为界镇福，不仅同是36位圣级长老之一，也是此次入府试炼的负责人之一。七界圣府府主大袖一挥，两道卷轴飞出，分别落入林清河与界镇福手中。入府试炼正式开始的前一天再看。七界圣府府主此话说完，便转身进入大殿之内，只留下一众强者留在原地。所有强者的目光都汇集在那两个卷轴之上，而手握卷轴的清河长老与镇福长老则是面面相觑，面露凝重。府主大人交代的事，他们都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全力以赴。也正因为重视，所以在这件事揭晓之前，他们坐立不安。接下来的日子，陈辉也在进步。到了最后一日上交稻子的时候，陈辉已是可兑换100颗界珠。至于楚风，仍然没有变化，110颗。陈辉进步很大呀，只可惜这天级圣珠只有1颗。长老将界珠递给陈辉后，语气也略带遗憾。长老，就只有第一名有奖励吗？陈辉问。是。长老道。那排名顺序看的是品质吧？陈辉又问。是。长老又道。那看来这第一非楚风莫属了。陈辉道。虽然考验的是品质，可他很清楚数量与品质不冲突，他自认为对割稻子的掌握他还不如楚风，所以第一非楚风莫属。长老没有回答陈辉的话，但却对楚风与陈辉二人说道。明日清晨，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会收到榜单，那会有你们成绩的排名，而第一名会有1颗天级界珠作为奖励。且在明日下午，入府试炼也将正式开始，收到榜单之人将有资格参加正式的入府试炼。此话说完，长老便离开。只是刚飞出没多久，却又忽然停下，他大袖一挥，楚风的防御阵法被他彻底破开。都要离开了，就别留着这些了，有些时候多认识一些人并非坏事。长老破开阵法后，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这才离开。看来长老是希望更多人见证你获得第一名的景象啊。陈辉凑到楚风身旁，笑嘻嘻地说道。还未发生的事，谁知道呢？楚风道。肯定是你，除非他们搞内幕，不过这可是七界圣府的试炼，要的自然是真材实料的人才。他们敢坏规矩吗？陈辉问。也不一定是内幕，也许还有其他厉害的同辈。楚风说道。还有比你厉害的，俺是不信。相比于楚风，陈辉对他反而更加有信心。对此，楚风淡淡一笑。很快，次日降临，天还未亮，楚风这周围便已是人山人海。之前有结界，大家进不来，但现在结界没了，并且听闻是长老破开的，便也都赶过来了。大家也都听闻了楚风的事情，他们也都觉得楚风是最有希望拿到第一名的人。天刚蒙蒙亮，便有数道流光飞掠而来。卷轴，那些卷轴就像认主了一般，准确地落入了在场一些人的手中。得到卷轴者脸上尽是难以掩饰的激动，而没能得到卷轴者，有的不停向远处张望，但同时也变得紧张，有的则已是低头不语，满脸失落。昨日七界圣府的那些长老已对他们所有人通知过，得卷轴者今日下午可正式开始试炼，而未得卷轴者就等于被淘汰了。不是楚风，但当人们打开卷轴看到那个榜单之后，却皆是感到意外。榜单排名如下：第一名赵天骄，第二名楚风，第三名陈辉。赵天骄，全是他！众人意外。虽然这些日子也都听闻了赵天骄的事，可赵天骄交上去的稻子都不如陈辉兑换的界珠多，怎么能与楚风比？去他娘的！堂堂七界圣府竟然也搞内幕！若是这样，那这七界圣府不入也罢。陈辉直接怒骂出声：陈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质疑七界圣府！此时一道怒喝响起，顺声观望，所有人议论的人都闭上了嘴，因为此人正是仙灵福少府主赵天骄。不仅赵天骄在，他的师妹宋玉萍也跟在身后，正面带得意笑容，挑衅般的看着楚风。这女子笑的那叫一个贱。赵天骄，你有本事啊，说吧，花了多少价钱，出了多少险，才让七界圣府的人更改了排名？该不会把你的小师妹献祭了吧？你，陈辉讽刺的说道，且很大声，你找死！赵天骄脸色阴沉，强大的结界之力自体内飞出，化作一把结界利剑，径直的飞向了陈辉。利剑虽小，但威势极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赵天骄身为金龙神袍的厉害。可就在那利剑即将靠近陈辉之际，楚风拦在其身前，只是随手一挥，那利剑啪的一声便四散而去。有好戏了！见此一幕，众人都来了兴致。他们早就听闻楚风是金龙神袍，而赵天骄刚好也是金龙神袍，这两位交手必然精彩。楚风，你要多管闲事！赵天骄凝视楚风，眼中却已露出期待。他很清楚这个名单难以服众，但若是他能暴揍楚风一顿，在实力上对楚风进行碾压，将让许多人闭上嘴巴，质疑他将亲自打破。而在下一刻，他忽然脸色巨变，楚风如同鬼魅一般站在了他的身前，随后一拳轰出，正中其腹部，一拳命中。赵天骄便如倒飞的流星，不仅飞入稻田地，强大的冲击力更是使得尘土飞扬，稻子漫天，大地出现一座巨坑。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御空而起，凝视巨坑，这才发现
巨坑内有一道身影，此人正是赵天骄。只不过此时的赵天骄可就显得十分狼狈，他不仅躺在巨坑之中，腹部的衣衫都碎裂，嘴角更是有鲜血不断溢出。楚风只是一拳便将他重创，众人惊讶的张大嘴巴。都是金龙神袍，怎么差距会如此之大？这和他们预想的景象可全然不同。楚风，你卑鄙，竟然偷袭我师兄！你……那宋玉萍不甘了，指着楚风破口大骂。可很快他便说不出话。楚风的手掌一把锁住了他的喉咙，将他高高的提在了半空。我就站在这，让你师兄来救你。楚风此话说完，看向赵天骄。赵天骄，你起得来吗？我起不来。楚风，若不是偷袭，你能伤我？赵天骄自然不服，说话间便欲站起身来。可只见楚风动都未动，只是一缕威压释放而出，那刚刚起身的赵天骄便立刻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定睛一看，只见楚风周身结界之力疯狂窜动，而那强大威压正是自那结界之力散发而出。好强的结界威压，他真的只是金龙神袍吗？注视这样的楚风，众人张着的嘴巴变得更大了，他们都能感受到楚风的所释放出的力量似乎已经超脱了金龙神袍所在的境界。看来你的师兄救不了你。楚风看向宋玉萍，而感受到楚风的力量后，再看到楚风此时的眼神后，那宋玉萍也是慌了。楚风，我爷爷可是……他赶忙开口，想报出自己的身份，可他话未说完，楚风大袖一甩，宋玉萍便飞落而下，狠狠地摔在了宋玉萍的身旁。毕竟境界弱一些，他这一摔可比挨了一拳的赵天骄还惨，躺在地上动都不敢动，何止五脏六腑，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摔得粉碎。他疼得龇牙咧嘴，眼泪都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可还是恶狠狠地望着楚风。楚风，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楚风会死，但绝不是死在你们手中。但你楚风冷然一笑，旋即手指对着二人一指，头顶之上一个巨石浮现，携带滔天威压，便向二人砸了过去。楚风，你敢！赵天骄怒声斥责，可那巨石却毫无减缓之势。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楚风真的敢杀赵天骄，大胆！可忽然一声怒喝响起，紧接着那结界巨石便四分五裂，紧接着一道老者的身影出现在了赵天骄的身前。他乃是七界圣府的长老，但看他的穿着便可以看出，他并非寻常的长老，他乃是这片区域的主事长老。不仅是他一个，当他出现的同时，还有数位长老出现，而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出现在了楚风身后。他们有的抓住楚风胳膊，有的抓住楚风的腿，还有一个抓住了楚风的脑袋，一同将楚风按在了地上。大胆楚风，竟敢在我七界圣府的地盘捣乱，你是不想活了吗？那位主事长老怒声说道。果然，你们是一丘之貉。楚风冷声笑道，还不知悔改。男人啊，将这楚风给我带到地牢，关押致死。主事长老道，关押致死。听闻此话，众人都意识到楚风要倒大霉了。说的好听是关押致死，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折磨楚风，把他活活折磨死，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惨。主事大人，此事可能有误会，应当调查一番。有一位长老上前说情，这位正是每日来向楚风与陈辉收稻子的长老。闭嘴！可那主事长老却怒斥一声。见状，那位长老也不敢多言，而那些长老则是将楚风拽起来，准备将楚风带走。等一下！可就在此时，那已经起身的赵天骄却忽然开口，他对着主事长老施以一礼。长老大人，我还有几句话与楚风说。去吧。主事长老挥了挥手，旋即陈辉便走到了楚风身前，凑到楚风耳边。楚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会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面貌。你有天赋又如何？你有实力又如何？你没有背景，依旧要被我夺了你的功劳，依旧要因我而死。这就是我赵天骄的实力，是我仙灵符少府主的底气。他不是暗中传音，而是低声耳语。在场的人都是结界高手，莫说他发出声音，就算没出声，可只要嘴巴动，大家都能凭借他的嘴巴分辨出他说了哪些话。他自然清楚，所以是故意的。立威，向所有人立威，我赵天骄就是走后门了。我知道你们不服，可你们不服又能如何？这楚风也不服，但现在就是他的结果。此刻所有小辈心中都很不是滋味，不止恐惧，也很不爽，但却无力。可忽然虚空剧烈一颤，那力量来自头顶，众人举目观望，只见两道身影立于虚空之上。看到那两位七界圣府的所有长老，包括主事长老，却也是立刻跪在地上，施以跪拜大礼，因为来者乃是令清河与界镇服两位圣级长老，拜见圣级长老。此话一出，在场所有小辈，包括赵天骄在内，也是赶忙施以大礼。圣级长老，他们都知道这是何等人物，哪怕躺在地上默默流泪的宋玉萍，也是强忍疼痛，起身跪在了地上。哪位是楚风？镇服长老居高临下扫视下方，那个就是一旁的清河长老，指向了楚风。因为那些抓住楚风的长老要对这两位圣级长老施以跪拜大礼，所以又将楚风按在了地上。见状，镇服长老也不动怒，而是微微一笑，旋即飞落而下，落在了楚风身旁。哟，这是犯什么事了？见此情形，那些抓住楚风的长老赶忙松开了手，可镇服长老却笑着道：这是干嘛？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因我而变。听闻此话，那些长老很是为难，恐慌之下真的又把手按在了楚风身上。大人，此子滥杀无辜，也有多人死在了他的手中。此时主事走上前来解释道，而刚刚此子又大开杀戒，仙灵府的少府主赵天骄出手制止，但奈何此子卑鄙，竟然偷袭，使得赵天骄也险些丧命。还好属下及时赶到，不然赵天骄也要遭遇不测。这事等下再说，我们来这里是有其他事情。镇服长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他先退下，旋即便蹲了下来，
近距离地对楚风问道：“楚风，圣级宝物中你可有中意之物？”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一愣，就连楚风也是一愣。圣级宝物乃入府试炼最高级别的奖励。他询问楚风是为何意。见状，镇府长老拿出一个卷轴，随后一甩，卷轴打开，看到卷轴上的字后，那主事长老顿时腿都软了。那上面写着的是让镇府长老询问楚风对圣级宝物的倾向，然后让他提前准备。最主要的是，落款处盖着的乃是7届圣府府主的大印。这一刻，那些按着楚风的人都已是浑身颤抖，但他们却没有放开手，不是不想放，而是吓得都忘记了此事。楚风，这是府主让我问的。镇府长老又道：“长老大人，听闻7届圣府有一种香，名为7届铸魂香，不知是否真实存在？”楚风道：“7届铸魂香，我7届圣府的确有，也的确在圣级宝物之列，只是此物较为特殊，虽然其药效极强，被列为圣级宝物，可无论是对戒灵师还是戒灵的修炼，都没有明显帮助。”楚风，你真的想要此物？你若不了解圣级宝物，我倒是可以为你介绍一下。镇府长老道：“长老大人，加强戒灵魂魄之宝物，可有更好的？”楚风问：“原来你是想寻这种？若是这种，7届铸魂香的确顶级。”镇府长老道：“若是有幸能选圣级宝物，晚辈便选此物。”楚风道：“好，记下了。”镇府长老手腕一翻，一支笔出现手中，用笔将7届铸魂香写在了卷轴上，旋即合并卷轴，站起身来，看向主事长老：“来，现在来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指着楚风问道。镇府长老此话一出，那主事长老双腿一软，险些没有站稳，差点摔倒过去，但还是咬了咬牙，说道：“大人，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我不知这楚风是何来历，但他的确……”话未说完，一个大嘴巴子便直接抽在了他的脸上。这一巴掌不仅把这主事长老脸打得扭曲，3颗大牙更是喷了出去。一巴掌抽完，镇府长老手腕一翻，一道令牌出现在手中，随后对在了主事长老脸上。看看，给老子仔细看看这是啥？那可不是圣级长老令牌，而是专门为此次入府试炼准备的令牌。令牌背面写着公平公正4个大字，而正面则写着格杀令。格杀令为此次入府试炼准备，唯有5位负责人才有。此令在手，圣级长老以下所有人皆可先斩后奏。现在把刚刚的事再说一遍。镇府长老问道：“大人，属下罪该万死。”主事长老不敢再辩解，跪在地上狠狠磕头。面对格杀令，他哪里还敢狡辩，只得认罪，确实罪该万死。既然你知道，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直接送你上路了。镇府长老道。听闻此话，那主事长老脸色大变，张着大嘴抬头看向镇府长老：“长老大人，他还想求饶，因为在他看来，他就算有罪，但也罪不至死。”可他话未说完，已是身首异处，太快了，所有人都没看到镇府长老出手，但却知道这必然是镇府长老所为，因为就在刚刚，他们都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气息浮现，正是那力量抹杀了主事长老。可是那可是主事长老啊，神袍巅峰，只差一步便可成为真龙界灵师，堪比真神强者。这种存在虽然说杀就杀了，但相比于震惊的众人，镇府长老却是风轻云淡，将那主事长老的头颅抓在手中，旋即看向在场的其他长老。身为7届圣府的长老，来负责此次入府试炼，为我7届圣府挑选良才，那就要做到公平公正。若再有人敢做出这种事，那可就不只是其本人死，其后人也要死。镇府长老最后一句响彻八方。此刻莫说所有长老师已跪拜大礼，那赵天骄与宋玉平更早已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而镇府长老则是走到了他们2人身旁。停下，长老大人，此事其实与我无关，都是主事长老的意思。赵天骄赶忙解释，反正主事长老死了，他干脆灵机一动，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主事长老的身上。我去你妈的！镇府长老一脚将赵天骄踹翻在地，旋即指着自己大声问道：“睁开你的狗眼，给我仔细看看，看看老子是瞎还是聋！你他娘的刚刚对楚风说的话，老子听得一清二楚，现在想撇清关系，长老大人，我错了，是我无知，是我无知，我真的错了，您给我一次机会吧。”赵天骄彻底慌了，他也后悔极了，后悔刚刚装笔，故意不暗中传音，不曾想那装笔的言论却成了证据确凿，现在想抵赖都抵赖不成。想想主事大人的身份都被直接斩杀，他越想越怕，最后鼻子一酸，竟被吓得都直接哭了出来。不只是他哭，那宋玉平在旁边哭得更惨，早就没了先前舍我其谁，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哭，娘们哭也就算了，你一个大男人也哭，看看你那熊样，还敢大言不惭，扯什么这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世界的真实面貌是你来定的，我看你连自己都真实面貌都没见过吧，窝囊废！镇府长老一脸鄙夷地骂着赵天骄，而赵天骄除了哭却是什么都不敢做。镇府长老则是捏动法诀，刹那间强大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释放，随后阵法之力融入大地，紧接着所有人的卷轴都光芒大盛。不过宋玉平与赵天骄手中的卷轴却是消失不见了。做完这些，镇府长老又看向赵天骄，老子告诉你，你也就是有个好爹，但在我7届圣府地盘撒野，你回去问问你爹，问他能保你几次。镇府长老此话说完，旋即看向身后长老赵天骄、宋玉平，丧失入府资格，遵命。众长老齐声音道：“清河长老，还有补充的吗？”镇府长老看向不远处的清河长老，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还需要我补充吗？清河长老问。哎嘿嘿嘿，你补充一下，毕竟这任务是府主大人让咱俩来执行的，你不说两句，别人以为你是陪同的呢。镇府长老笑嘻嘻的道。而他们2人虽各得一个卷轴，但其实内容是一样的。见状，清河长老看向众位长老，我提醒你们一句，别看我与镇府长老来此就是特意来询问楚风的，但也只是询问而已，
你们对他也不能特殊待遇。记住，镇服长老的嘱咐要公平公正。清河长老道：属下明白。众长老齐声音道。清河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大袖一挥，直接将那按住楚风的几位长老震得魂飞魄散。不仅如此，更是布置疗伤阵法，让楚风的伤势瞬息恢复。做完这些之后，收起凝重的脸，面带笑意的对楚风说道：楚风，我们看好你。他此话一出，众人表情复杂，这到底是该公平公正，还是该特殊待遇啊？关键这清河长老的笑容，笑得也太献媚了吧？他可是堂堂圣级长老啊！诸位，入府试炼下午将正式开始，祝你们能获得好的成绩。清河长老此话说完，传送之力便浮现而出，覆盖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当楚风落地之时，已是来到了一座极为辽阔的大地之上。此时多道身影接连出现，大地辽阔，但却已是人山人海，全部都是小辈界灵师，不仅仅是手握镰刀之人，手握长枪、长剑、匕首的人也都出现在了这里。而他们之中，也只是少部分手握卷轴，大部分人没有卷轴。有卷轴的人都兴奋不已，他们将获得正式参加入府试炼的资格，而那些没有卷轴的人则是非常失落，因为他们丧失了资格。至于楚风，打开卷轴，发现卷轴上面的排名变了，第一楚风，第二陈辉，第三唐婉。不仅排名变了，楚风能感觉自己的卷轴就是有储物阵法，并且他能感受到那里面乃是界珠，虽只有一颗，但远非寻常界珠可比，这必然便是天级界珠。忽然，楚风察觉到了一道目光，那道目光自人群中而来，正在打量自己。可楚风发现之后，那道目光又立刻消失。果然有高手。楚风四下观察，竟无法捕捉到刚刚那道目光的主人，但楚风感觉那道目光的主人很可能是认得自己的。楚风兄弟，恭喜啊！楚风公子，你可太厉害了，年纪轻轻竟已是金龙神袍，还获得了此次排行的第1名。就在此时，一群人围向楚风，向楚风道贺起来。这些人都是与楚风身在同一个区域的，并且刚刚亲眼见证了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楚风背景不简单了，所以当他们发现榜单也发生变化后，便第一时间来向楚风进行道贺，也想借此来与楚风打好关系。可楚风却大袖一挥，消失在了原地，不见了。众人面面相觑，感到不解，而楚风则是使用了隐藏阵法。这些墙头草，楚风并不想搭理，也不想与他们交好。陈辉怎么不见了？楚风四下观察，却并未感受到陈辉的气息，这让楚风有些担心。虽然只是割稻子的时候相识的，可楚风感觉陈辉人还不错。最主要的是，楚风那一日完全没必要得罪仙灵府的少主赵天骄，他其实是为楚风出头，所以楚风对他自然不能不管不顾。而恰恰这个时候，陈辉消失不见，楚风感觉有些蹊跷。但虽未能寻找到陈辉，可楚风却找到了赵天骄与宋玉平，这两个人灰溜溜的离开了人群。楚风知道他与陈辉目前真正的敌人只有这两个，所以楚风便暗中跟踪他们两个，看陈辉的消失是否与他们有关联。这里明明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他们两个却像来过一样，目标明确，一路快速飞掠，并且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直到远离众人所在的位置之后，那宋玉平这才开口：师兄，那楚风到底什么来头啊？怎么圣级长老都给他撑腰？我们会不会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宋玉平有些害怕，他也终于意识到楚风的身份很不简单，他害怕遭到楚风的报复。可忽然赵天骄一个嘴巴落在了宋玉平的脸上：你问我，我问谁？都怪你出的什么馊主意，让我贿赂主事长老。现在好了，此事若是传到我父亲耳朵里，我也必然遭受重罚。赵天骄暴怒之下，竟将怒火撒在了宋玉平的身上。师兄，我也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啊。宋玉平也是一脸的委屈，又抽泣了起来。而见他们二人这般，楚风也意识到他们可能根本都不敢报复自己，自然陈辉的不见也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楚风便调转身形，向众人所在的方向而去。至于赵天骄与宋玉平，则是继续赶路。又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二人忽然停下，因为一道身影竟忽然出现在了他们二人的身前。看到这个人，赵天骄与宋玉平都是不由一愣，他们四下打量，确定没有其他人后，才看向眼前之人。陈辉，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赵天骄冷声问道。因为眼前之人正是那消失的陈辉。咋地？俺为啥不能出现在你面前？你们两个被淘汰的废物，难道俺还怕你们不成？陈辉大嘴一咧，笑得那叫一个嘲讽。陈辉，你以为有那楚风给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我只是不想再在这里惹麻烦，所以你在我发怒之前，最好立刻消失，不然休怪我对你不客气。赵天骄对陈辉说道。不客气？那俺倒是想要看看你是怎么不客气的。对于赵天骄的动怒，陈辉不以为然。见此情形，赵天骄则是面露警觉之色，他笑着扫视了一眼周围，说道：看来你有帮手，诚心想与我过不去。陈辉没有说话，而是笑眯眯地看着赵天骄，那种眼神是完全没有将赵天骄放在眼里的眼神，让赵天骄十分不爽。你可真是不知所谓，我本就不爽，你还敢惹我？你以为你有帮手就能找我麻烦？你以为我为何向这个方向走？赵天骄说话间，手腕一转，一道符咒捏碎，下一刻，一道特殊的气息横扫而去。没过多久，数百道界灵师从不远处飞掠而来，拜见少府主。他们都是仙灵府的人，大多数都是神袍巅峰，其中最强的竟是一位真龙界灵师。天骄，怎么回事？此子又是谁？那位真龙界灵师对赵天骄问道。一个废物，但却想找我麻烦。赵天骄说道。哦，听闻此话，仙灵府所有强者都看向了陈辉，目露杀意。可陈辉却依旧丝毫不惧，反而笑眯眯地看向赵天骄。你知道俺为啥在这个地方现身？就是因为俺知道你仙灵府的人在这附近等着你。赵天骄说道。大言不惭，拿下！仙灵府那位真龙界灵师一声令下，其余的仙灵府强者便一同动身，向陈辉飞掠而去。可忽然
陈辉身旁的空间一颤，一股磅礴的武力释放而出，武力所过之处，那些神袍巅峰的强者竟立刻灰飞烟灭。紧接着，那片空间转动，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此人身高足有10几米，站在陈辉身旁，宛如一座小山。他头戴白色的斗笠，身穿红色的长袍，身后还有着一道白色的斗篷，斗篷上面则是以黑色字体写着玉江2字。玉宗看到这位大仙灵府的真龙界灵师，也是脸色大变，抓住赵天骄与宋玉平，便准备离开此地。可还未动身，那真龙界灵师便面露痛苦之色。原来是那位玉宗的玉江，已是来到他身后，手掌抓住了他的脑袋，强大的吸力自掌心释放。那真龙界灵师惨叫之下，整个身体都被吸入其掌心。堂堂真龙界灵师，在这位面前却是没有还手之力。此时宋玉平已是被吓得说不出话，而赵天骄同样满面惊恐，旋即看向陈辉：你是玉宗的人？废话就别说了，赵天骄，俺其实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你来与俺交手，你若能胜过俺，俺便放过你们两个。陈辉说道。陈辉兄弟，之前都是误会，我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没必要如此的。赵天骄哪敢动手，而是开口求饶。可陈辉却不以为然，而是道：俺数3个数，你若不出手，就要你们命。听闻此话，赵天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1、2，而陈辉则是直接开始数。见此情形，赵天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随后释放出金龙神袍的力量，直奔陈辉而去。他不敢真的杀了陈辉，也不相信陈辉会放过他，而是想抓住陈辉，用陈辉要挟那玉江，以此来换取逃生的机会。可是当他靠近陈辉之后，陈辉只是微微一闪，便躲开了他的手。而下一刻，他忽然愣住了，缓缓低头，只见陈辉的手中出现了一个结界匕首，而那结界匕首已是洞穿了他的丹田，而这结界匕首散发的力量堪比7品半神。你是仙龙神袍？赵天骄难以置信地看着陈辉，但陈辉没有说话，而是诡异一笑，旋即手臂一扬，便将赵天骄斩成2半，旋即笑眯眯地看向宋玉平：你这师兄没用，你便陪他走吧。见状，宋玉平则是跪在半空之上：陈辉公子，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给你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对于宋玉平的求饶，陈辉微微一笑，随后大袖一挥，匕首丢出，化作一道流光，直接穿过了宋玉平的脖子，同时带走的还有宋玉平的性命。在陈辉解决掉这2人之后，那玉江什么都没问，而是直接伸出手掌，释放吸力，想要清扫现场。不必。可陈辉却是忽然摆手，玉将停手，但却不解地看向陈辉：为何留着这些，给俺女儿妹妹的心上人增加一些难度？陈辉笑眯眯的道，他仍是一脸憨厚的模样，但此时的感觉却让人望而生畏。少爷，你说的是宋允小姐？那玉江问。这话多余问，俺陈辉除了允儿妹妹，还会有别的妹妹吗？陈辉咧着大嘴，有些不悦。那个叫楚风的，是宋允小姐的心上人，我怎么从未听闻过？玉将又问，他连语气都变了，没有了之前的威严，那古好奇劲显得非常八婆。你们当然不知道这种事情，你们怎么会知道？既然不知道，也就无需多问，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得了。陈辉道：知道了少爷。少爷，所以你来这里其实并不是为了这入府试炼，而是为了找这个楚风。玉将又问。不是，俺说了，俺是想来凑个热闹，毕竟俺也是结界天才，这种盛会怎么能少得了俺陈辉的身影？但俺没想到恰好在这里遇到了那个楚风，可能这便是天意吧。陈辉道：那少爷是如何知道宋允小姐的心上人就是这个楚风的？是宋允小姐告诉你的吗？玉将又问。不是，情书，你好歹也是魔字玉将，怎么这么八婆呢？啥都好奇啊。陈辉问。嘿嘿，陈辉少爷，宋允小姐是谁啊？她可是咱玉宗目前为止唯一有机会超越少爷你的人，关于她的事，属下自然关心嘛。那玉将笑嘻嘻的道：反正我就知道这个楚风是允儿妹妹的心上人，而且我很确定这一点。陈辉说道：这个楚风是那个与图腾龙族少主关系不错的那个吧？玉将大袖一甩，拿出一幅画卷，那上面画着的正是楚风。真是他。玉将说道。陈辉没有说话，显然他早就知道这些了。这楚风传得神乎其神的，但属下刚刚观察，这楚风与少爷的差距可是不小。那少爷你觉得这个楚风实力如何？玉将又问。这个楚风有些天赋，日后如何不清楚，只说现在的话，这个楚风有资格做允儿妹妹的心上人，也有资格做俺陈辉的对手。陈辉说道。能得到少爷如此高的评价，看来传闻属实，这楚风也是真材实料了。那玉江显然对楚风也是有了兴趣。走吧。陈辉说话间便御空而起，但所行方向却并非入府试炼的方向。少爷，你不继续参加入府试炼了？玉江有些意外，毕竟他知道陈辉来这里就是为了这入府试炼，俺就是闲着没事凑个热闹，俺还真加入7界圣府啊，万一被他们发现俺的身份，那还有命活不？陈辉道。陈辉少爷的灵魂不是注入了远古至宝，能将修为与血脉都隐藏得很是彻底吗？玉江道。对这宝物俺倒是有信心，但7界圣府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入府试炼还没正式开始，他们之前的主事长老也不过神袍巅峰，那阵法力量更是有限的很，到了后面谁知道他们会动用怎样的至宝来催动阵法，还是小心为好。陈辉道。那少爷，咱们现在去了？玉江问。去星宇宗。陈辉道。去星宇宗做什么？玉江不解，他知道星宇宗是7界天河的一个势力，说强不强，说弱也不弱，但和他们玉宗可是没有半点瓜葛。俺最近本就手痒，想杀人了，正愁没人惹俺呢。结果在之前的试炼中，那星宇宗的少主找俺与楚风麻烦，俺隐藏修为嘛，那狗东西竟然敢打俺。虽然他们被楚风杀了，但俺的气可没消，毕竟仇还是要自己报才过瘾。正所谓子债父偿，星宇宗少宗主如此爱惹事，那俺就成全他，赏他家人团聚，赏他星宇宗一个灭门。
陈辉此话说完，便立刻动身，而玉江也是紧跟其后。楚风回到了众人所在的地方，依然没有找到陈辉，难道是不想继续了？怎么都不告别一下？这家伙还真是有趣。楚风最开始觉得陈辉的消失可能不对劲，但是转念想想，之前陈辉面对赵天骄的态度，再联想他的天赋，他身后必然也是有背景的，就算不是出自某个庞然大物，那也必然有某个世外高人给他撑腰。总之，楚风觉得陈辉之前的大胆绝对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所依仗的，所以楚风推测陈辉很可能是自己离开的，而之前最开始没有这样想，是当时楚风觉得虽然相处时间很短，但也是有些交情的。陈辉如果想离开，正常来说再怎么样也会与他告个别，就是因为他没有告别，而是直接消失，此事很蹊跷，楚风才有些不安。但转念一想，毕竟只是一面之缘，而且陈辉这个人看着大大咧咧，其实性子也是有些怪的，他就算不告别也没啥，所以楚风也不在陈辉的事情上多想，毕竟陈辉可不是重点。楚风很清楚他为何来到这里，他必须要夺得入府试炼的第1名，唯有这样才能救蛋蛋。随着时间流逝，很快便到了下午，伴随一座阵法自众人面前缓缓升起，所有人小辈都将目光投了过来，因为7届圣府的入府试炼即将正式开始。阵法自大地升起，贯穿云端。此阵法较为特别，不是单纯的阵法之力凝聚而成，而是一个似铁非铁、似石非石的物体，它形态似一把利剑，但又不是剑，总之看上去很是威严，但却又不拘一格。最主要的是，这阵法散发着让所有界灵师自内心深处而敬畏的气息。而在大阵的下方有着3道结界门，3个门皆是关闭状态，不过在门上都有一个牌匾，分别写着精神、布阵、破阵。但无论是牌匾还是上面的字，对比整座阵法的体积都是显得娇小，甚至微不足道的，因为在阵法的最中心还写着8个大字。这8个大字不仅字体巨大，且笔锋霸道。看到这8个大字，楚风内心震荡，那8个大字乃是7届圣府界灵仙王。界灵仙王是谁？楚风当然知道，楚风如今的破阵力量如此强大，虽然与自身血脉息息相关，但却也离不开九龙之力的助力，而九龙之力源自于九龙圣袍，九龙圣袍则是界灵仙王所打造。界灵仙王是谁啊？此时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感到好奇，因为这座拔地而起的大阵十分利奥德，所以他们便也意识到这界灵仙王可能是非常厉害的存在，但之前却并未听闻过。小点声，连界灵仙王都不知道，你是不想活了吗？可那些人刚刚提出好奇，身边便都有许多人进行制止。从众人的反应来看，知道界灵仙王的人反倒是多数，并且那些知道的人也开始为那些不了解界灵仙王的人讲述关于界灵仙王的事。眼下很多人都在讲，而讲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以楚风觉得他们讲的应该都是真的。只是楚风没有想到，界灵仙王的身份在7届圣府竟然如此利奥的。原来界灵仙王本来可以成为上一任7届圣府府主的，但因为他喜欢自由，所以拒绝了。虽然没有做上一任7届圣府的府主，但他却说他会为7届圣府培养出下一任府主。于是他在7届圣府内精心挑选了10个人作为他的亲传弟子，这其中一位便是当今的7届圣府府主界天然。实际上不仅仅是界天然，他的另外9个弟子也都不是寻常之辈，只不过当年发生过一场大战，陨落了8位天才弟子。如今界灵仙王的10位弟子便只剩下了2个人，一个是当今7届圣府的府主界天然，另一个便是擅长预言之术的摘星道长。不过摘星道长因与界天然理念不合，而早就离开了7届圣府，但这都是后话。最主要的是界灵仙王很强，毕竟有资格做府主又能培养出府主的人是不可能弱的。不过在3万多年前，界灵仙王就已经离开了7届圣府，去云游四海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关于他的离开却迟迟未归，也有不同猜想。有人说他本就喜欢自由，如今府主也有他的弟子坐镇，他自然也就不会再管7届圣府的烂摊子，所以压根就不想回来，甚至可能早已进入了太古神域。但也有人说，其实界灵仙王早就回来了，只是不对外宣扬，如今就坐镇7届圣府之内。不仅坐镇于7届圣府之内，其修为更是得到突破，已踏入天龙界灵师之列。他其实便是7届圣府最大的后盾。但不管是哪种猜测，界灵仙王的身影已是消失3万年，乃是事实。哪怕后面7届圣府接连出现了界慕白、界天念、界染清多位惊为天人的天才，界灵仙王也都未曾现身。想不到界灵仙王前辈竟然有如此地位，若是我日后与7届圣府开战，也将面对他吗？楚风忍不住猜想，这界灵仙王的立场，他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只要有人敢阻拦自己复仇，楚风都会将其击败。但这素未谋面的界灵仙王的确给予了楚风不少帮助，因为九龙圣袍的帮助还是持续性的，所以若是可以选择，楚风倒是不想与界灵仙王为敌，至少不想伤害他。就在此时，那大阵最顶端，也就是写着界灵仙王名字之上，竟然有一道闪耀光芒的印记浮现。那是一个巨大且古老的印记。看到那印记，楚风心神再度震荡。楚风的掌心也有一个这样的古老印记，楚风掌心的印记正是楚风掌握九龙之力后所得。当初在楚风得到九龙圣袍之时，界灵仙王的残像曾告诉过楚风，只要楚风能够彻底掌握九龙神袍，掌心就会出现这个印记，而凭借这个印记，楚风可以自由出入7届圣府，无人敢挡。那是什么？好神圣的印记！看到这印记，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好奇妙的感觉。果不其然，当那古老的印记出现之后，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是露出好奇的目光。在场之中也有一些小辈是见多识广的，所以对于这印记也是给出了解释。原来界灵仙王当初离开之前曾放话，他说7届圣府
若闭关锁国，必然走向衰败，需接纳新的血液。他此次云游四海，也会挑选良才，但这良才出现的时间，可能是当下，也可能是多年以后。不管多少年过去，只要有人掌心带有这个印记来到七界圣府，那七界圣府就必须接纳，且要全力栽培，并且在界灵仙王离开七界圣府之前，还在这春之上界布下了这座大阵。据说这座大阵有3种测试：精神力测试、布阵测试以及破阵测试。若是3种测试都能达到最高级别，也将得到印记。所以当界灵仙王走后，七界圣府无论是老一辈的强者，还是后辈天才，都曾在这座大阵进行过测试，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印记。哪怕界木白与界天念这种存在，也都没有得到印记，并且那么多年过去，也始终没有人手持这个印记来到七界圣府。所以人们都觉得这可能是界灵仙王开的一个玩笑，这印记根本没有人可以得到，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样子货罢了。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让所有人意识到，原来不是这印记无法得到，而是其他人还不够强。界染青，他是至今为止唯一得到过这印记之人，也是他让所有人知道，界灵仙王留下的阵法的确可以传授印记，这印记竟然还有如此作用。楚风那带有印记的掌心不由握紧，那岂不是说只要有这个印记在手，其实楚风就算不参加这入府试炼，也有资格进入七界圣府。很快一道身影浮现，这位楚风之前见过，乃是那位替自己出头的圣级长老镇府长老。诸位，恭喜你们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想进入我七界圣府可并不容易。接下来你们将进行3项测试，唯有3项测试皆合格之人才能进入接下来的实战考核。而实战考核根据成绩会进行排名，排名最靠前的10位将进入我七界圣府。不仅是这10位自己，他们的后人也将成为我七界圣府之人。至于第1名，不仅将得到圣府星星称号，还将额外得到圣级宝物1件。镇府长老此话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10位只有10个名额，可眼下只是在这里的小辈界灵师便有足足几千万，并且这还是已经淘汰掉大部分人之后的结果。从现在几千万人之中挑选出10个最强的进入七界圣府，那这10个人，这可真是万中无一，天才中的天才。但人们惊叹归惊叹，却也不敢有任何人敢提出异议，毕竟能够进入七界圣府本来就很难。其实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抱有这个希望，他们只觉得这样一场盛事再度举办不知是何年何月了，所以他们参与其中，不仅对自身是一场历练，日后甚至会成为他们吹嘘的资本。诸位，开始吧！镇府长老一声令下，那大阵下方的3道大门也是随之打开，所有界灵天才一同动身，宛如浩瀚大军，兵分3路向那大阵的3个入口飞掠而去。先进哪个都无所谓，因为3个都要进，唯有3个测试都合格才能参加实战考核。楚风的第一个选择乃是精神测试。穿过结界门，楚风进入了一座阵法大殿，这座大殿内的一切都并非实体，由阵法所化，很美，但不是很大，且身在此处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说明所有人穿过结界门都会进入这样一个独立的大殿。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结界门，没有封锁，那必然便是出口。而在大殿的中心位置有着一根柱子，柱子也是阵法所化，光芒流转，不仅神圣，更是华丽。但最吸引楚风的则是柱子顶端那里以黑色字体刻着7个字：七界圣府，界染青。看到这7个字，楚风心神震荡，那字与外面的字不一样，这字体柔美，甚是好看，分明是女子留下，那是何人？必然就是自己的母亲亲自留下的。楚风御空而起，伸出手掌抚摸那字体，就连鼻子都开始发酸。他通过这字体，凭借界灵师的敏锐感应力，能感受到残留的气息。母亲，这的确是他母亲亲笔留下的字迹。而此时，在春之上界深处的大殿内，宛如湖泊一般的阵法铺满大地，2道身影悬空而立，一个乃七界圣府府主，而另一个身高只有1.3米，但周身光芒普照，宛如一个光芒人，看不清容貌，分不清男女，但从体型来看，更像一个孩子。下方宛如湖泊一般的阵法内，无数气泡接连出现，每一个气泡内所映射出的都是一个人在大殿内的情况。而七界圣府府主的目光则是紧紧地锁定在了楚风的气泡之上，通过这气泡，他能看到楚风于大殿内的一举一动，甚至当其他气泡遮挡住他的视线之后，他也会催动阵眼之力将其他气泡移开。你对此子怎如此期待？不知此子是何来头？那光芒人开口，乃是一个有些嘶哑的老者声音：大人，此子名为楚风，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机会能够拿到入府试炼第1名之人。七界圣府府主对待这位老者竟然毕恭毕敬，那你觉得他的测试能达到什么地步？老者问。以此子之前的表现，我猜测他精神力测试可现仙龙纹之龙影。七界圣府府主说道。只是听到七界圣府府主的话后，那老者却笑了，但笑的却是有些戏谑，笑声过后才道：天然，这样来看，你对他还真是寄予厚望。大人，我之前也觉得除我七界圣府外，没有界灵师后辈会有如此天赋，但此子确实做到过一些出乎意料之事，天赋绝对不差。七界圣府府主道：天然，我提醒你一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些外来人看看就得了，可千万别觉得他们能有多大本事，不然失望的只会是你。那老者说道。而就在此时，楚风所在的大殿内忽然光芒大盛，是楚风开始了测试。随着楚风将精神力融入柱子之内，那柱子便有龙影飞掠而出，白龙纹、灰龙纹、蓝龙纹、紫龙纹、金龙纹、黄龙纹、仙龙纹。转眼间已有7道不同的龙影自柱子内飞掠而出，于大殿之内盘旋，居然真的在这测试中触发了仙龙纹龙影。天然，你看人还是挺准的嘛。看到仙龙纹出现那一刻，那老者不由开口，虽然嘴上夸赞，可他语气中的傲慢与戏谑
却是丝毫不减，直到一声龙吼响彻，尊龙纹的龙影也是自柱子内飞掠而出，盘旋于大殿之内。此时大殿震荡，已有8道龙影盘旋。见到这一幕，就连7届圣府府主的眼中也涌现出意外，而那老者则不说话了，但能感受到他的目光也开始紧紧地凝聚在楚风所在的大殿之内。但紧接着又有龙吼响彻，当那声龙吼响彻之后，7届圣府府主顿时双拳紧握，他的眼中也浮现出了紧张之色，因为他很清楚，若是最后的圣龙纹的龙影也飞掠而出，将代表着什么。但最终那圣龙纹的龙影未能浮现，楚风的测试到此结束。此时7届圣府府主则是松了一口气，天然，你这是干嘛？该不会担心了吧？老者笑着问。大人，您是清楚的，自从我师尊将这阵法设立以来，除了我那个不孝女外，没人能够在测试中触发出圣龙纹的龙影。楚风天赋虽好，可毕竟不是我7届圣府栽培出来的，若是被他得到印记，那对我7届圣府而言并非光彩之事。7届圣府府主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可听闻7届圣府府主的话后，那老者却又是一阵大笑。天然，老夫当然知道你担忧什么，但你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虽不知道这阵法出了什么问题，能让这小子在测试中险些触发圣龙纹的龙影，但是你别忘了，想要得到印记，可需要3个测试都让圣龙纹的龙影才行。就算他侥幸触发了一个，也不可能那般幸运，但后面2个测试也触发，得到印记，他想都别想。那老者语气中仍有笑意，但却非常确定楚风无法得到印记。大人所言极是，7届圣府府主也表示赞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刚刚，楚风完全可以触发圣龙纹的龙影，但若是继续，他将打破其母亲所留下的记录，其母亲留下的名字将会被阵法抹除。于是楚风放弃了。楚风曾打破过无数记录，但这个记录他不想打破。也许有朝一日，有人可以将这名字抹去，用其名字进行替代，但楚风绝不会做这个人。其母亲留下的东西本就极少，楚风怎会忍心破坏？测试停止，柱子恢复。至于楚风，则是什么都没有得到，也没有测试通过的证明。但楚风也并未多想，他觉得7届圣府既然让他们参加测试，就肯定有确认通过的方法。楚风从大殿另一端的结界门走出，并没有直接回到测试大阵之外，而是进入了一座巨大的山谷之中。山谷四周的岩壁之上有上千道结界门，每个结界门之前都有一位长老等候，他们左手是阵法，右手握着令牌，令牌上有3道印记，分别代表天赋、布阵以及破阵。眼下接连有人从结界门内走出，长老会将令牌颁发给结界门内走出的人，只不过大部分人拿到的令牌都是没有变化的，只有少部分人拿到的令牌是亮着的。而楚风走出来的时候，那长老便在门口恭候，而他递给楚风的令牌，第一个印记则是亮着的。答案很明显了，唯有拿到印记亮着光芒之令牌，才是通过测试的。恭喜小友，请入左边的传送阵。长老将令牌递给楚风的同时，也指向了山谷的中心，那里有着2个传送阵，通过测试的人走左边，没有通过测试的走右边。因为这个测试必须3个测试都合格才能进入实战考核，所以只要1个测试不合格，便会被直接淘汰。楚风接过令牌，踏入传送阵，下一刻楚风便回到了测试大阵的门外。转眼的功夫，大阵门外的人便已少了许多。其实第1轮测试大部分人都已经结束了，之所以人数少了这么多，自然大部分都被淘汰了。不过这些通过测试的人，大部分都选择短暂休息进行调整，并没有立刻进行接下来的测试。但楚风则是直接踏入了第2个门布阵。这个大殿其实与第1个大殿大同小异，中间也是一根柱子，柱子顶端也写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便是测试成绩的保持者，7届圣府界染青。这布阵的天赋顶点依然是楚风母亲所占据。楚风开始布阵，很快阵法完成。阵法完成那一刻，柱子内8道盘旋而出，这是楚风的成绩，距离其母亲只差1道龙影。但楚风不是无法触发，而是他故意控制了时间以及布阵的强度。这8道龙影不是楚风的真正实力，只是他想要的成绩。但楚风不知道的是，楚风的一举一动都被7届圣府府主以及那位神秘老者所注视着。有点不对，那老者再度开口，语气变得凝重，全然没有了最开始的那种戏谑与看不起。大人也觉得？7届圣府府主问。天然，你也察觉了吧？老者问。不能确认，但好像的确是有意为之。7届圣府府主道。再看看。老者道。楚风从大殿结界门走出，与刚刚一样，进入了一座山谷。只是老者没有再给楚风发放令牌，而是催动阵法，将楚风令牌上的第2个印记点亮。小友，左边请。只不过这位长老的态度比之前的态度还好，不仅面带笑意，甚至带有一丝殷勤。楚风继续测试，进入最后一个破阵测试。大殿又与之前大同小异，阵法凝聚的大殿中心有根柱子，而那根柱子顶端同样刻写着楚风母亲的名字。唯一的区别是，这大殿内有一座阵法，将这座阵法破开，便是这里的测试。楚风布阵破阵，一气呵成，8道龙影浮现，楚风便走出了大殿。当楚风走出来的那一刻，依旧有一位长老在结界门外的山谷内等候，他已提前催动阵法，准备帮楚风点亮第3个印记。但当发现楚风递过来的令牌竟然已经亮了2个印记之后，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恭喜小友，你是第2个通过天赋测试之人。小友真是天赋异禀啊！长老面带笑意，毫不吝啬对楚风的赞赏。多谢长老。楚风回以一笑，眼见着令牌接亮，便准备离开。可那位长老却再度道：小友不好奇，那第1个通过测试之人是谁？他可是你的潜在对手。长老方便告诉。楚风问。不是不好奇，楚风向来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道理，他一开始就清楚，这入府试炼必然藏龙卧虎，
连他都没有绝对把握可以夺得第一。若是能提前知道对手是哪些，自然是好事。之所以没问，是楚风觉得这些事情七界圣府的长老应该都是保密的，只能告诉你是一名女子。长老笑道：多谢长老提点。楚风再度施礼，便径直离开。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刚走，这山谷内的诸多长老都立刻暗中议论起来，这个小子便是那个楚风吧？果然厉害啊！难怪府主大人都提前让他挑选圣级宝物，但是他也未必就能夺得第一名，毕竟那个姑娘比他快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是啊，那个姑娘也着实是个怪物。这次入府试炼，本来想着走走过场，根本没人可以通过，真的没想到如今浩瀚修武界竟出现了这么多厉害的后辈。这样来看，这入府试炼还真是举办对了。府主大人不愧是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具天赋的府主，他的决断果然英明。众位长老的内心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一开始的确不理解为何七界圣府府主要忽然举办入府试炼，但随着入府试炼开始，他们也渐渐意识到，其实外面的界灵师后辈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强。楚风通过传送阵回到了入口处，他将令牌收了起来，不想引起过多注意，但也在四下观察，看有没有如他一般都点亮了3道印记之令牌的人，但却并未找到这个人。七界圣府府主与神秘老者仍然在注视着楚风刚刚测试所在的大殿，他们沉默许久都没有说话，哪怕楚风已经离开有一会了。此子叫什么来着？忽然那神秘老者继续问：回大人，他叫楚风。七界圣府府主道：看来时代变了，在我七界圣府之外竟出现了如此天赋之人，只是此子明明是为扬名而来，为进入我七界圣府而来，既有能挑战第9道龙影的能力，为何偏偏收敛？神秘老者感到不解。在楚风参加第2轮测试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楚风比他预想的要强得多。第1轮测试不是运气，而是实力，甚至他怀疑第2轮测试楚风可以做得更好，但楚风有意控制了自己的成绩。而第3轮测试，他已确定楚风就是有意为之，故意收敛，将成绩定格在8道龙印。